杨子承欢传4大改动，一书为了称男主，把女主改成田剧。杨子欢乐传奇4大改动引发争议，女主一书为了讨好男主，把故事改成田剧。最近热播的《承欢集》备受关注，杨子饰演的麦承欢是一书小说中的女主角。本书讲述了上海本地好女孩面临婚姻和事业选择的故事。她遭遇父母的控制并挣脱出来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故事。如今《承欢集》有了一些改动，引起了原著粉丝的争议。很多书迷认为，有些改动确实没有必要。剧中充满了阶级焦虑、家庭中母爱的束缚、对婚姻爱情的疑惑，对原著颠覆很大。承欢集剧中的奶奶是一位气质出众的老太太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位老上海名媛。其实，在原著中，奶奶并不是爷爷的妻子，而是一位阿姨。她出身不好，却很受爷爷的宠爱。爷爷去世后，将遗产给了她，让她将来交给一个能孝顺她的人。因为她没有直系子孙，所以她在她晚年的时候给了她一个保障。毕竟承欢的父亲不是她亲生的，如果不孝顺她，她就得不到遗产。而且承欢一家和奶奶的关系也很普通，家里的生活很困难，但奶奶并不在意。承欢的父母对此颇有怨言。奶奶非常喜欢承欢，一方面她长得像爷爷，性格也很可爱；另一方面，承欢经常来看望她，两人就像祖父母一样亲密，感情基础深厚。于是奶奶决定100年后照顾她，所有的遗产都给了这个继孙女。剧中有亲生孙子的时候，所有财产都给了继孙女。这个设定有点脱离现实。原著中，男主和奶奶没有任何关系，自始至终，奶奶都是打算把遗产交给麦承欢，让他继承麦家的产业。麦承欢一家住在廉租房里，他从小在美术和学术上都表现出色。从名牌大学毕业后，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。他有一个富2代男友。然而，当两人即将结婚时，他的母亲却对女儿的婚姻不满意，并担心他的家庭。夫妻差距太大，他要求办一场盛大的婚宴。麦承欢在娘家和准婆家的交往中，遭受了无数的挫折。当好结果终于到来的时候，婆家却发生了变故，两人最终分手。麦承欢开始自己打拼，继承了奶奶的事业后，她变得越来越坚强，成为了一名女强人。一书其实想塑造一个靠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孩。杨子欢乐传奇4大改动引发争议，女主一书为了讨好男主，把故事改成田剧。原著中，麦承欢的成长和改变从来不依赖他人，而是深刻的自我觉醒。辛嘉良和姚志明只是他觉醒的路径。在承欢的故事中，姚志明得到强化，成为麦承欢人生的关键人物。从本质上讲，他与老套的女主角总是需要男主角的帮助才能成长没有什么不同。剧中，姚志明是麦承欢的职场上司，或者是他的哥哥，这削弱了麦承欢自我改造的权力感，对男伴产生了依赖。比较符合情感言情剧的格局，但却与原著的中心思想背道而驰。剧中麦承欢的母亲有一些变化。原著中的刘婉玉性格复杂，她有些自卑，但也有些傲慢。她既想让女儿嫁入豪门，又担心女儿被婆家欺负。她内心有一些挣扎和犹豫，而电视剧中的刘婉玉只是想跨阶级。辛嘉良的身世曝光后，母亲立即撮合，不顾麦承欢的想法。虽然这样比较现实，弱化了母女之间更多层次的情感冲突。剧中的刘婉瑜在女儿的婚姻选择上更加注重物质保障。在原著中，她其实尊重女儿的选择，心态也更加复杂。改编的剧情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感，但在母女关系方面，并没有太多更深入的描述来展现2代人之间价值观的矛盾。她希望女儿嫁得好，得到丈夫的宠爱。她会在婚前表现得像个怪物，来试探男方家人的态度。她并不是像剧中那样，只是把女儿推开。麦家3代女性的人生轨迹其实很有代表性。奶奶一生都是靠爷爷为生，她的生活质量完全取决于她身边人的良心。
妈妈的实力稍微强一些，她有家庭地位，但没有社会地位。女儿变得独立、坚强，成为社会精英。该剧应该把一部分焦点放在这方面。在承欢集原著中，辛嘉良是一个混血男孩，他很帅，但写的不多。两人最终分手，这个角色成为了剧中的男主角。辛嘉良一直支持女主角。麦承焕和辛嘉良之间的关系，除了是上下级关系，甚至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外，麦承焕和他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相互救赎。男主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，心理上有很深的补偿需求，尤其是母爱渴望的。麦承焕正好弥补了辛嘉良心理上的缺陷。他的体贴、宁静、细心让男主有一种家人般的感觉，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。在麦承欢与母亲的高压对抗中，在男主的引导下，他开始控制自己生活。造成这样的原因之一，就是男主本身不受家庭的束缚。麦承焕和辛嘉良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、背景和性格，但内心却很和谐。从情感上来看，这次改编还是相当成功的。《承欢传》的剧情改编在情感上是可行的，甚至可以说更有吸引力，但与一书的初衷有些背离。麦承欢的自我实现是自我意识一点一滴的觉醒。男朋友对于麦承欢来说只是过客。麦承欢从一个上海粽子成长为一个独立清醒的女主角，绝对不是通过几段感情实现的，而是她在生活和事业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身份。我觉得麦承焕这个角色的亮点不在于爱情，而在于他自己的内心。希望承欢集不要变成甜剧。演员们的演技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相信收视率会相当不错。杨紫的《承欢传》播出4集，网上好评如潮，观众的评价出奇的一致。近日，央视荧幕迎来了一部都市爱情新剧《承欢的故事》，主演备受瞩目的杨紫与实力派徐凯联袂主演，共同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。这部电视剧脱胎于著名作家一书的畅销小说，细腻地描绘了95后女孩麦承欢杨紫氏在事业和情感上的坎坷和成长轨迹。世界虽然承欢集一播出就迅速占据热搜榜首，令人瞩目，但没想到仅播出了4集，该剧就陷入了口碑漩涡。观众的批评纷至沓来，豆瓣评分一路下滑，没能保持6.0分的及格线。尽管该剧演员阵容豪华，但还是没能逃脱观众的批评。情节陈词滥调，人物也一样，看来编剧缺乏创新突破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这部备受瞩目的剧为何如此成功？折射出当前电视剧创作面临的哪些困境？接下来，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这些问题。承欢集登上银幕，却因其老套的剧情引发了观众的热议。剧中，姚志明、徐凯饰演就像是很多 boss 角色的翻版，冷酷刻薄。但当他第一次见到杨紫饰演的女主角时，却对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喜爱之情。句号。起初，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不和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逐渐发现了彼此的优点和吸引力，并最终坠入爱河。这样的情节虽然俗套，但却让人感到温暖。另一方面，这部剧中也难免有让人瞠目结舌的三角恋情节。虽然这样的狗血情节屡见不鲜，但总能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。女主角麦承欢仿佛天生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，总能吸引无数优秀男人的目光。前男友辛嘉良一直对她念念不忘，而新老板姚志明则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两位男主角相继出现在他的生活中，仿佛一场场爱情竞赛。这一幕情节让人感叹，麦承欢的魅力真的有这么大吗？不过，类似的情节早已在很多都市剧中出现过。承欢集的重新演绎似乎缺乏一些新的想法和创意，剧情的进展巧妙地穿插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巧合。第1集中，麦承欢刚出道时，意外地在电梯里遇见了后来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姚志明。这次会面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。
不久，一位好心同事为了解燃眉之急，偷偷送来了麦承焕给男友做的蛋糕，却不料遭到姚志明的责骂。接下来的剧情更加曲折，姚志明意外地遇见了麦承焕的父亲。更没想到的是，麦承欢被指派去跟客户谈判，而对方公司的老板竟然是她前男友的父亲。这一系列的巧合实在让人无语。编剧显然陷入了俗套，缺乏独特的创意和新颖的视角，只是按照既定的模板和套路机械地构建故事。《承欢传》在人物塑造上也显得平淡，未能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。其主角的人物设计有些俗套，女主角麦珍焕被塑造成典型的职场女强人。虽然她上进努力，但在感情上却经历了坎坷。她身边总是有一个亲密的好朋友，她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她最好的朋友，而她的哥哥恰好和这位闺蜜发生了关系，这似乎是一部精彩的嫂子剧。至于麦承焕的前男友辛嘉良，无疑是一个隐藏家庭背景、玩弄情绪的典型渣男，完美诠释了渣男这个角色。男主角姚志明，外表帅气，性格强势，似乎就是霸道总裁的化身。他经常用解雇来威胁别人，但对女主角也有严格的管教。这种行为真的很烦人。这些千篇一律的人物设定，似乎是机械套用都市剧的人物模板，没有任何创意和新意。观众在各剧中无数次见到这些老角色，但承欢集在人物塑造上没能带来什么新的惊喜，因此很难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。如果编剧能够突破传统的束缚，赋予人物更加生动立体的气质，或许能为那些陈词滥调的剧情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。虽然承欢集的剧本看起来有些平淡，但收到的负面评价并不奇怪。从前4集来看，该剧的收视率已经跌破 6.0， 显然无法满足观众的期待。观众表达了他们的不满，称该剧缺乏吸引力和深度。颇为有趣的是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批评却出奇的一致，都指向剧情的陈词滥调、人物设定的雷同。尽管杨紫和徐凯2位主演都竭尽全力诠释自己的角色，但依然难以掩盖剧本本身的缺陷。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都市剧，《承欢集》理应以其贴近生活的剧情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吸引观众。但遗憾的是，该剧在2方面都未能达到观众的预期，令人大失所望。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承欢集》一开始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逐渐陷入了平淡无味的剧情。这体现了编剧创新能力的缺失。他们过于执着于传统的剧情框架，不断重复那些陈词滥调，让整部剧变得乏味，难以打动观众的心。在阿迪该剧的失败也暴露了当前电视剧制作的多重困境。一方面，制片人过于依赖知名艺人的号召力，试图通过名气来赢得观众的关注。另外，剧本创作在打磨上似乎还不够精致，总是充斥着陈词滥调和毫无创新的情节，早已让观众感到乏味。当今时代，内容质量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，单纯依靠明星的流量效应已经不可持续。只有扎实写得好的剧本，才能真正触动观众的心弦，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这起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。有网友评价《承欢集》只是体现了当红明星的影响力，并非万无一失。单纯依靠粉丝经济，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优秀品质。有网友指出，现代观众的品味不断提高，对影视作品的内容质量期望越来越高。因此，制作团队应避免盲目迎合市场潮流，而应坚守初心，潜心对剧本的精心打磨。有网友主张，国产影视剧应该摆脱既定模式，激励更多有才华的编剧潜心创作，用优质内容重塑国产剧的口碑。这些网友的观点反映出《承欢集》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而是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缩影。虽然《承欢集》首播时没有取得理想的反响，但我们对剧组的未来还是充满期待的。希望他们能够虚心接受各方意见，及时对剧情做出必要的调整。毕竟这部剧汇聚了杨紫、徐凯等实力演员的精彩表演，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和期待。希望剧组能够不负众望，让这部剧在后续的播出中逐渐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只要编剧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架，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塑造剧本，我坚信《承欢传》仍然有潜力重见辉煌。毫无疑问，制片方必须拿出破旧创新的决心和勇气，给编剧充分的创作自由。只有这样，《承欢集》才能摆脱当下的束缚，给观众带来全新的、养眼的观剧体验。